没想到巴比迪如此邪恶，不但将为他效力的手下消灭，还诱骗悟空进入到地下，以夺取他们的能量。而达普拉力量惊人，还拥有一项特殊技能，他的口水可以石化任何人。库林伊比克就遭到他的攻击，瞬间成为了一尊石像。唯一能恢复的方法就是消灭达普拉。为了拯救他们，悟空等人进入地下开始寻找达普拉，而这正是巴比迪的目的。通过打败两个小角色，激发悟空等人的怒气。为了吸收他们的能量，巴比迪故意设置了3道关卡。第一层有佩佩守护，他狂妄自满，以为可以轻松收拾他们，最终却被贝吉塔消灭了。巴比迪将2个大块头收集的能量注入蛋中，没想到他们收集了接近1半的能量，这让他非常后悔消灭他们。巴比迪看到佩佩如此轻松就被消灭了，第2层打算让雅可守护，他是仅次于达普拉的超强高手。雅可果然强大，瞬间吃掉了2个士兵。他从舱门中走出来，而与他对战的是悟空，一掌下去将悟空的衣服都划破了。他虽然体型巨大，但是速度却很快。为了更好的有利于雅可的战斗，巴比迪开始施展魔法，将他们带到了雅可生长的暗黑星球。这个星球在宇宙的边界，是连宇宙之光都照射不到的绝对黑暗的地方，但雅可看得却十分清楚。不过他们太小看悟空了，他不但可以依靠眼睛来观察动作，还可以依靠气息。在对战中，雅可并未占到任何便宜，而且悟空能够变身超级赛亚人，也可以照亮周围。但没想到雅可能吸收光亮，然后转变为自己的能量，这一招打得悟空措手不及。不过他想到一个办法，极力提气，再次变身成超级赛亚人，而雅可不断吸收他的光亮，身体变得壮硕无比。悟空再次发力，送给他一记超强能量，瞬间将他的身体胀爆了。看得鸡王神目瞪口呆，不敢相信赛亚人竟然有如此强大的力量。巴比迪万万没想到，连雅可都被消灭了。这次打算让最强手下达普拉出场，他为了在战斗中提高力量，进入到一个封闭的空间打坐。下一个出场的是悟饭，他异常期待接下来的选手。突然出现机器转动的声音，这扇门终于打开了，达普拉从里面走了出来，这将鸡王神吓坏了，这可是魔界之王啊！为了不惊动魔人布欧，巴比迪将他们的战斗场地转移到地球。悟饭率先发动攻击，一招下去，达普拉轻松躲开，双手发出的气竟然可以消山劈地，他的实力果然厉害。悟饭尝试了各种攻击，终于找到空隙，一脚将他踢飞。与达普拉对战过后，悟饭感受到力量不一般，瞬间变成超级赛亚人。他无奈地看着悟饭，没想到悟饭瞬间来到他的面前，一拳下去，口吐酸水，华丽转身，一脚将他踢倒在地。不过并未将他消灭，两个人实力旗鼓相当，打得难分输赢，他们都发挥出全部力量。但贝吉塔看着他们的激战非常不爽，他只想和悟空较量，没想到被卷进了这场毫无意义的战斗中。他警告悟饭，再这样磨磨蹭蹭，他要连悟饭一起解决掉。达普拉通过观察他，发现一件有意思的事情，他告诉了巴比迪，巴比迪瞬间让他们回到了宇宙船内。达普拉告诉他，贝吉塔内心十分邪恶，我们可以利用他让他们内斗，以此获得能量。而贝吉塔还在和他们吵闹，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了他们的目标。巴比迪瞬间发功，这股魔法立马作用到贝吉塔身上，他头痛难忍，极力嘶吼。巴比迪不但控制了他，还将他体内的潜力挖掘了出来。一阵耀眼的光束后，邪恶的贝吉塔诞生了，他头顶 M， 一个笑容就令人毛骨悚然。为了满足他们的战斗，巴比迪将场地转移到了武道大会现场。而接下来到底会发生什么呢？贝吉塔真的会听巴比迪的话吗？为了与悟空纯粹的进行场比赛，贝吉塔甘心成为巴比迪的手下。在悟空的感化下，他逐渐丧失了以往引以为傲的邪恶，变得简单而善良，还组建了家庭，生下了特南克斯。为了摆脱这些杂念，他甘心成为巴比迪的傀儡，让他释放出自己内心的邪恶。他根本不理会巴比迪的命令，杀死台上的观众，就为了刺激悟空和他决斗。因为他是赛亚人王子，不允许有赛亚人能够超过他，哪怕鸡王神站在2人中间，也无法阻止他们。不计后果，悟空决心与他大战。他拜托巴比迪送他们去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，而悟天和特南克斯也追了过去，想看一下这个魔人布欧是何许人也。鸡王神阻止不了他们战斗，唯有依靠悟饭的力量去消灭巴比迪和魔人布欧。但是巴比迪岂会让他得逞？他开始施展魔法，让贝吉塔杀死鸡王神和悟饭，但这与他的内心相违背，即使再痛苦，他也不会听从别人的命令。巴比迪再次发力，贝吉塔告诉他，就算身体被控制，我的尊严也不会听你的。一股强大的力量爆发，巴比迪彻底震惊了，因为从来没有人可以摆脱他魔法的控制。鸡王神和悟饭进入了飞船内，而悟空和贝吉塔早已按耐不住，都想感受一下对方多年修炼的成果。这强大的气场，看来他们都已达到超二的水平。鸡王神进入飞船内，正好被一群小喽啰围住，悟饭瞬间发力，一招将他们全部放倒。舱门再次打开，他们又进入了下一层。地面上的悟空和贝吉塔正在激战。悟空本想快速解决战斗，但没想到贝吉塔的实力如此强悍，被他打得毫无还手之力。不过战斗永远是相互的，不可能一直处于上风。被打飞的贝吉塔怒气上升，2人再次提高战斗数值，你一拳我一脚打得异常激烈，旗鼓相当。
难的战斗，力量损耗最大。巴比迪看着他们的激战非常高兴，因为短短几分钟过去，魔人布欧的能量竟然增长了1/4，二人的战斗还在继续着。没想到悟空刚传贝吉塔一脚，他就瞬间来到悟空身后，一个气功弹完全击中他，将山头炸出一个大洞。悟空从里面发出气功炮，贝吉塔也不甘示弱，两人的超强能量对决，他们还在不断加大能量，却又无法承受而爆炸了。九王神和悟饭终于到达了最底层，他们看到魔人布欧的蛋激动不已，终于可以趁机将它消灭了。没想到巴比迪和达普拉就躲在蛋后面，地面上的战斗也不是很顺利，悟空被贝吉塔打得十分惨烈，他发出能量环将悟空锁在山上，瞬间来到悟空面前，竟然朝悟空脸部打出2个耳光，接着不断朝悟空击打。他是为了还自己的受辱之仇，身为高贵的赛亚人王子，竟然被这个下级战士打倒，甚至还被他救过一命。他要将悟空大卸8块。成为魔人布欧的贝吉塔果然丧失了理智，但是悟空岂会那么容易被打倒？瞬间发力挣脱开他的束缚，一拳打过去，再次追上连出数拳，一脚将他踢飞，打进了山洞中。而巴比迪还在拖延时间，他在等待着悟空受到更多的伤害，期待着布欧可以苏醒过来。为了阻止悟饭的进攻，他将场地转移到了比克和库林身边。如果他们在战斗中不小心将他们打烂，那将再也无法恢复。巴比迪不但邪恶，还异常冷静聪明，但是不能再等待了。悟饭想起老爸告诉他的话，只要发挥出自己的潜力，任何人都不是他的对手。他回忆起杀戮战斗时的场景，正准备发力，突然发出阵阵响声。悟空在和贝吉塔的战斗中，两人都受到相当大的伤害，悟空的伤害全部转化为了能量，注入到了蛋中。巴比迪走上前，看到仪表终于满格了，他激动不已，而悟饭和鸡王神彻底慌乱了，冷汗直流。这完全出乎鸡王神的意料，难道真的没有办法阻止魔人布欧了吗？而完全不知情的悟空和贝吉塔还在战斗着。